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小学的英语老师是一个特别懂生活的女孩，我特别喜欢她。我当时就想，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她那样的人。她就跟我们讲说，当你遇到一件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就想象你喜欢的人他会怎么办。这招我试过啊，真的好用。直到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我才明白这其中的关窍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重构我们的大脑的建筑学。以前看到过一本书，里面有一段话，大概是说，假如有一个人被报道出来能活300岁，那么很多人不说活到300岁吧，也能活到299岁。说的意思呢，就是思维限制了我们的身体。我们都知道，蜥蜴多了手脚尾巴都能重新长出来新的。在纽约，一个11岁的小男孩，他也知道有一天他就出车祸截肢了，他妈就老伤心了，天天哭。医生也说这孩子完了。可是这小孩不当回事，过了几天，这小孩长出来腿了，连医生都称之为医学奇迹。因为他妈忘告诉他了，蜥蜴能长腿，但是小男孩不能长腿。小男孩不知道，我觉得蜥蜴都能长腿，我为啥不能长腿？每个版本说到这段的时候，下面的一句话都是，过了1年后再采访这小男孩，腿已经长出来了，脚都快长完了，已经长了3根脚趾头了。这是我在书中看到的一个故事，但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报道或照片。如果你找到了，想着告诉我。虽然这故事不好说真假吧，但是小婴儿断了手指头脚趾头确实可以长出来新。接下来再说一个故事，老真实了，能找到老多相关的报道。谢丽尔做了一次手术，发生了术后感染，医生就给他开了一点庆大霉素。庆大霉素因为价格便宜，可以被作为抗生素使用，如果超过一定量，就会造成耳朵里器官损伤，听力丧失啊，耳内平衡系统坏死啊。谢丽尔就是在吃了这个药之后，他再也没有了平衡这个器官。平衡有啥用呢？除了不能走边边吧。他不会回头看我，他会回头。子林，你这爬栏杆上面很危险的。他叫我了，他在叫我，他心里头果然还是有我的。杀得我心脏病快发作了！子林，好刺激吗？我最喜欢走边边了。他就连正常走路站起来都费劲，就会有一种随时要摔倒的感觉。谢丽尔的前庭组织损坏达到了95%，基本上就跟没有这功能一样。然后谢丽尔就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治疗这方面挺权威的一个医生，保罗·巴赫利塔。这个医生呢，就给谢丽尔戴了一个类似于蹬自行车的那种头盔，但是是镂空的。这个头盔里头是有平衡装置的运动传感器的，通过电脑连接进行数据分析，再传输到一种类似于大宽胶带的那种纸片上，再把这个纸片放在舌头上，电流就会刺激谢丽尔的舌头，告诉他你是脑袋往这边歪了，身子往这边栽了。这些有关平衡感该做的事儿呢，都会通过舌头重新告诉谢丽尔。谢丽尔在这么多年失去了平衡系统之后呢，终于感觉到自己又有了平衡系统，他大哭不止。哭完之后呢，他的医生保罗·巴赫利塔偷偷的把这台机器给关了，但是谢丽尔他不知道啊，还在那活蹦乱跳的呢，还跟这个医生保罗·巴赫利塔他俩跳舞。机器不关了吗？谢丽尔的平衡系统不坏死了吗？死透透了吗？怎么还能跳舞呢？太神奇了吧？不神奇，贼有科学依据。大脑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，眼睛视觉中枢系统就负责视觉，耳朵听觉中枢系统就负责听觉。如果视觉中枢系统坏了，那耳朵听觉中枢系统总不能接了视觉中枢系统的活，身兼四职吧？能。神经学家南玛丽甘卡就做了一个实验，雪貂它的视觉系统接到了听觉的皮层上，小雪貂也能看到东西，而且监测到呢，小貂在看东西的时候，听觉神经元的细胞呢会兴奋起来，处理视觉神经元该干的活，小貂又重新有了视力。
虽然不能达到正常的100%，能恢复到1/3，那不就比全盲强一点吗？实际是不比戴眼镜的人差。这不是通过手术人工干预搭建的视觉转到听觉系统，其实不用人工，我们自己的大脑本身就有这个功能。大脑会随着我们自身的变化改变它自己的结构，当一个部分不能用了，就会用另一个部分来替代，一部分脑细胞死亡了，就会有另一部分脑细胞来替代。这就是医学界所说的神经可塑性，就相当于我们走一条马路，前面封路了不让绕，就换条道绕过去，下一回呢又来到这儿，这条路怎么又不能走，走上次那条路。他经常走这条路，走一次神经元的连接可能不强，他经常走，而且不止他走，每个司机都走这条道。就跟鲁迅说的，世上本没路，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，一个道理，所有人都走这条路，这条在大脑中的神经元连接就会被加强，就会被记住，默认了，大脑的神经元也默认了，视觉通路改这条了，这个器官就又恢复正常。谢利尔就是他自己的大脑重新构建了一条前庭系统的通路。这个给谢利尔治病的医生保罗·巴赫利塔，那他可老厉害了，让聋子说话了，让盲人看路了，这些他都干过。那这保罗·巴赫利塔他为啥这么硬核这么厉害呢？接下来就是保罗·巴赫利塔的故事。在保罗·巴赫利塔还是个实习医生的时候，他就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，说佩德罗·巴赫利塔，你猜对了，保罗他弟中风了。65岁的加泰罗尼亚诗人学者老官夫佩德罗·巴赫利塔半拉身子半拉脸瘫痪了，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。乔治·巴赫利塔，你再猜，他哥是神经科的医生，就说我懂这病，咱爸这病治不了了，送走吧。保罗就不干了，就给接到身边来治疗，但是他附近的医院都他没有希望了，别治了，没有必要了，他还是硬治，钱没少花也没治好，没办法了，保罗就给他爸抬回家，还给他爸设计了一系列的康复训练。他跟他爸说，咱不能先从走开始，咱们先从爬开始吧，你这是刚爬，你得爬一段时间，啪递给他爸一个护膝，让他爸好好爬。他爸就在屋里爬，去花园爬，也就是在去花园爬的过程中让邻居给看见了，他们就和邻居发生了矛盾。邻居只是看到，我的天哪，不孝顺的保罗竟然让老教授像狗一样的到处爬。保罗没办法，只能跟他爹说，老佩德罗呀，我们还是回屋爬吧。老佩德罗刚爬没2天，他就挣扎着用自己的肩膀靠着墙开始跪着走，没多久他就可以站着走，正常走。他以前不是诗人吗？他又开始重新练习演讲，练习打字。后来人家回大学又教书去了，又过了几年呢，官夫老佩德罗退休了，他娶了一个新媳妇，到处游山玩水。有一次去哥伦比亚爬山的时候，突发心脏病死了，佩德罗的尸体就被运到了旧金山保罗所在的工作地点。当时是1965年，没有脑部扫描，只能进行尸检，他就让他的同事玛丽帮忙。过了2天嘛，玛丽就老激动的给保罗打电话，保罗你快来呀，我有重大的发现。保罗当时是这么描述的，当我来到斯坦福医院的时候，看见我爸的脑花摊开一桌子，他当时已经不想再说任何一句话了。可玛丽兴奋地拿着他爸的脑花大切片给他看，他当时吓得都麻了。原来7年前他爸中风瘫痪的主要原因是脑干97%的损伤。脑干就是连接大脑和脊柱的，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完全是坏死的。而且他爸从瘫痪那天开始到他爸死那天，这个位置从来就没好过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爸竟然恢复了健康，而且活蹦乱跳的活了7年。这就相当于保罗和他爸重组了一个大脑一样。我们的大脑不但可以自己重组，而且我们头脑中想象的一切都会在现实世界中留下痕迹。你的每一个想法都会改变你大脑突触的连接。这也是做了实验的，找了2组实验对象，一组让他们做体育锻炼，另一组让他们想象自己做体育锻炼。研究结束后呢，测量第一组真正锻炼的受试对象呢，肌肉率增加了 30%， 测量第二组假装锻炼的实验对象呢，肌肉率增加了 22%。 即使就是我们在想象自己运动，我们大脑中运动的神经元细胞依然会被激活加强连接，导致了
肌肉的力量的增加。然后我就想到，我有的时候会观想准提菩萨，就会像扫描一样，一点一点观想头、脖子，每个手都拿上。观想没多长时间吧，我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，就变得特别难。我以为只有我这样呢，但实际上不是。比如说吧，现在让你想象用你不是经常写字那个手写6这个字，是不是写的就会很慢？所有人都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南师的一条视频，说的意思就是，你为啥像打印一样，一点一点慢慢来？你直接想象整幅画面像个照片一样，不就好了吗？南师的这个办法，再一观想就变得简单多了。我竟然发现了想象观想的这个 bug， 而且还能知道想象几乎就能为了真实的去做一件事。你想到怎么用吗？我已经想好了。就是对于我来说，用2只手弹钢琴太难了，这不亚于让我自己盖房子。那我有没有可想象自己弹钢琴？我不是想每一个手指头的位置一个一个怎么摆，而是直接想象整幅画面连贯的弹，是不是就能简单的？我要去试一试。对了，再推荐一本书，诺曼道伊奇写的《大脑重塑》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